风情万种的她为测老公真心，装作拉不动拉链，结果不出所料，原本指望老公眼光犀利如旧，结果她的想法出乎意料。别说他俩养这么大的女儿，但老公对她粘得紧。见老婆要走，丈夫故作玩笑，穿得这么美，如果有人搭讪，记得得告诉他们你已婚了哦。老婆没当真，以为丈夫在开玩笑。晚上请闺蜜吃接风宴，咱俩小酌了几杯，可不知为何一杯酒下去，突然就有了醉意。这时俩帅哥走过来搭讪喝酒，老婆原本想说不，闺蜜阻止她，提醒她别忘了还是单身。于是好奇问两个帅哥去哪里喝酒了，听说在隔壁包间。闺蜜听后忍不住偷笑，但文英喝多了，彻底醉了。这场醉却惹出了麻烦。等她醒来时，发现自己一丝不挂躺在床上，脑子一片茫然。直到楼下传来老公做早餐的声音，她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在家了，忙穿衣飞快下楼，看见老公和女儿，她总算放心了，并非幻觉，但完全想不起昨晚是怎么回的家。然后她观察老公的脸色，但丈夫像平常一样递水。不过奇怪的是，老公故意当着她的面戴上戒指，不过手上的创可贴引起了她的好奇，不知道她怎么弄伤的。老公淡淡说不小心削水果时割到手了。老婆试探着问他，记得我昨晚怎么回来的吗？碰巧这时候锅里的水开了，他巧妙地岔开了话题。老婆正等他回答，老公突然想起今天得去开庭，急忙让女儿取书包一起上学。老婆没当回事，但她不知道这是最后一面。老公走后，她给闺蜜发消息了，问她昨晚咋回的家，给闺蜜发了条没回。她的睡意又冒出来，不晓得睡了多久，电话声把她吵醒，一看手机，怎么负责人会找上她？负责人说车代表迟迟不出现，法院那边正等着呢。她不接电话跑哪去了？你快点来接这个官司，得赢下这场战斗。就在开庭那天，她律师竟然失踪了，她只好求法官推迟审判。法官同意了，延到1个月后。她一路上不断给她老公打电话，但就是联系不上。妻子没吭声，心里却在想，她在红灯等待时，前面发现一个眼熟的创可贴，跟老公的贴法一样，就下意识地跟了上去。助理叫她注意路况，但她只想确认那人是不是她男人，费劲挨近，结果那人戴着鸭舌帽。正想再看清楚，那车却骤然拐进别的路，她想跟着转弯，却已错过时机。她平时是全职太太，表面跟老公合开了办公事务所，实际啥都是老公管。那天老公搞了个案子，一个公司打算建个度假村，一居民不愿卖地，竟被撞死，而司机竟是公司女职工，本应交通事故处理，可有人说死者自找的。我们事务所很快收到司机案子，但得知文夫竟缺席开庭，还人间蒸发了。开庭前老公也没异样，她只好替老公收拾烂摊子。司机听说律师有事来高兴了，立刻感觉不妙，连酒店老板都直言不讳，质问是不是要弃案而去。那个不三不四的证人让他直觉这案子有猫腻。果不其然，到了开庭当天，即便有现场证人，那女司机还是临时闪人了，他不得不请求法院推迟审理。回家后，他就给好友打电话，查了下他昨晚咋回的家。当时没喝多，记得点，后来就全忘了。是不是后来跟他们继续喝了呀？姐妹郁闷，喝啥呀？本来快搞定了，你老公突然来叫你泡汤了。你给你老公打电话了？我无聊，打你老公电话做啥？怪了，你老公咋知道他位置的？会不会是姐妹不小心透露的呢？你老公监视你，怕你外头做什么？这想法一闪，妻子赶紧检查车上的行车记录器，确实是她喝多了被老公带回家。难道她因为这个生气才离家的？她感到歉疚，给老公发了个道歉短信。昨晚喝多了，不是跟别的帅哥，不要误解，快回家吧。醒来听见楼下电视声，以为老公回来了呢。她立刻跑下楼去查看，才认出来是自己的婆婆和女儿。婆婆却镇定，让她先吃早饭。谁料事务所已一团糟，屋子也被翻得乱七八糟。眼前自大的警官让文英看着就烦，毕竟他俩以前是势不两立的。白警官却笑嘻嘻地取笑他：前检察官，您这是在找东西吗？虽然不想说，但最后还是告诉他，我老公丢了东西。他突然接了银行来电，听银行催还款时，他翻看公司财报，赫然发现亏损惨重。公司事务长透露，好一阵子公司房租都欠着，连工资都拖欠3个月了，他却毫不知情。正当他一头雾水，突然那个逃了的委托人偷偷找到他，直截了当问老公回来没。知道他还没回来，委托人立刻断言他是逃跑了，肯定是个叛徒，就是为了自救。妻子却不明白何为叛徒，委托人这时候才说是别人干的。我之所以背着黑锅，就因为信了你老公。他一句话不说就消失了，是什么意思？委托人突然看到文英后面还有人跟着，这使得委托人马上意识到文英跟他们是一伙的，让文英一头雾水。委托人彻底不信任他，转身就走。
可谁知摩托车一直紧跟着，文英设法想赶上摩托车男，于是他堵住了摩托车，直接截下了摩托车。他想知道这人究竟是谁，揭开头盔才知道竟然是都振宇。他要问都振宇为啥跟他们，你看着就不像个真正人，是想做假证吧？但都振宇气冲冲的责怪说全是你老公害的。文英忽然接个电话，叫他去辨认老公的遗体，你老公的车从崖下掉了下去。他害怕面对，更不愿意接受，哪知道现在他有多么心碎，转眼又变得如此恨意深重。他这一生都没感到这么绝望过。昨天丈夫还好好的，活生生的，临行前还开玩笑说晚上一起好好相处，没想到一别竟是永远。下次见面，丈夫已化成灰烬，唯独留下的戒指让他一眼就认出是他们俩的结婚戒。老头儿急匆匆来一看儿子那情况，直接崩溃痛哭流涕，丈母娘吓得腿软栽了。警察对照 DNA 确认，死的正是他们的儿子车承载，这是车掉下悬崖引发车里起火。如果有疑问，我们可以尸检。妈听了坚决不同意，我儿子已经够惨，别再毁他身体了。爸爸也认同，就这么闭幕了。老婆一听立马不高兴，坚持要求解剖，我得清楚真正死因。他赶紧找到了负责的侦探，催他赶紧进行验尸，却没想到婆婆瞬间给了他耳光，住口，谁也别想在我身上动刀。他是我老公，也是我害他爸。婆婆突然拉他到太平间，让他亲眼看看现在的丈夫多惨。他想起小时候爸爸也躺在同样的地方，转眼间他就晕倒了。醒来时发现自己已在医院，但公婆已开始办儿子的火化。他匆忙赶到，一切都晚了。他是我的另一半，你们怎么可以不通知我？你们太过分了，够了，让他安心走吧。火化标志着老公的生命正式结束。谁知不远处那小伙儿总感觉哪里不对劲，但意外的是丈夫还给妻留下遗书，称自己太怕事，不愿意直面将来的困境，不指望你原谅，只希望你日后能幸福，照顾好我们的女儿。他回家一看，堆满了催债的信。文英头都大了，公司突然传来消息，告诉他金允善的案子结了。文英不懂，不是还没审吗？后来知道金允善因为出车祸去世了，法院宣布案子关闭。文英感觉越来越不对，她当时多恨她老公，还说她老公是个叛徒，身为金信物产的职员，竟然1天之内赔付所有慰问金，太不寻常了。其实那次车祸之后，小伙子也感觉有蹊跷，不过金允善确实没了，于是他专门去了金允善家，掀开窗帘往里望了一眼，想发现点什么线索。忽然他注意到也有人找上门来，他赶紧躲到一旁，得悉对方是罗文英派来查案的。他想立刻溜，结果被发现了。文英很快了解到当事证人都振宇悄悄待在死者门前，这让他联想到马部长的眼神，肯定这事儿有问题，可能跟她老公也搭边。然后他找马部长去了金信物产，马部长显得不太欢迎他，听他问金允善是不是被害的，原本作证的都振宇怎么会悄悄跑去金家？马部长一听就急了，一个都管不住自己老公的，别管那么多闲事了，还不如回去整顿你那不靠谱的男人。文英离开后就觉得马部长可能和她老公有不清不楚的事，正这么想着，她突然发现公司开张那张剪彩照片，除了她丈夫，还有当时的法官。难怪法官在庭上不多话，直接延了个月的庭期。她回家后梳理了下关系网，摸了一圈，发现的从证人都振宇着手。他说话的语气透露出他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但他回家后突收一个包裹，那包裹竟让他惊到骨子里。妻子意外收到去世丈夫寄来的包裹，里面居然是双高跟鞋。奇怪的是，他很少穿这玩意儿。他随手抽了信封，信上写道：穿上这双鞋，开始新生活吧，顺便帮忙理理鞋柜。尽管不懂是啥意思，他不敢耽搁，忙打开鞋柜，从头到尾瞄了一圈，竟然找到个跟鞋盒一模一样的盒子，里面一叠钱，吓得他心惊胆战。盒子里还放着几个信封，出乎意料，原来丈夫给她投了保险，受益人全是她。更夸张的是，保险买了好几份，看来老公对她爱得深沉。但谁料第二天她就把几份保险给了岳父，大概是想用这个办法帮公司还债，就是间接让儿媳放手退继承。文英跟他说，我对那笔保险金不感冒，现在我就想弄清楚承载最后负责的那案子和金信物产到底啥关系。公公的举动也很怪，他提醒儿媳，我儿子已经去世了，知道真相又能怎样？可他们忘了他也是这家的儿媳，之前他当了13年的检察官呢，寻找疑点这事他们稀松平常，何况牵扯到自己的丈夫。说到底，保单的出现让他觉得不对劲。忽然女儿出了事的电话来了，焦急万分，他直奔医院，见到女儿只是轻微擦伤，他又叮嘱女儿过马路要看信号灯，千万别乱跑。老实说，他可能因为爸爸去世受了些影响。
为了帮女儿忘掉爸爸的离世之痛，她打算好好经营事务所，多花时间陪伴孩子。然后她彻夜翻阅事务所文件，竟意外发觉曾是丈夫的客户。原来丈夫帮她应对过官司，还是过失伤人案。怪了，丈夫之后处理的交通事故里，她又以见证人身份出现，这也太巧合了吧。她跟马部长的关系似乎不简单。文英联系不上都振宇，干脆留言希望能见他一面。文英以为底层人只想要钱，然后用钱换取他知道的内情，实际上他也挺挣扎的。文英等了一整个晚上，最后等来了都振宇的短信，地点是海岸村4街46号。这个地方后来非常关键。与此同时，都振宇骑摩托赶去见面，忽然注意到有车跟着，甚至试图撞他。他一闪身，不小心撞上栏杆，没料到那人也停了车，从后车厢里还拿出了什么。都振宇一看，吓得飞快逃跑。那人扣扳机，幸亏没射中。原来那人根本不打算放过他，同样爬出了栏杆。正巧这时文英开车来了，一眼就看出地上摩托是都振宇的，于是他缓缓地下了车，悄悄藏到角落里观察。忽听枪声响起，吓得文英腿软跪地。夜色太深，加上距离遥远，他根本分不清持枪的人是谁，却不知道那人正是她心死的丈夫车承载。这位仍风情万种的女子，年纪轻轻守了寡，所以每次回家都会格外留心，确保没人在周围后才会进去。进门前才敢输密码。她虽然有个女儿，但总感家里冷清清的，可能是因为怜惜女儿，小小的就没了爸爸，所以她就把女儿抱紧，想用这种方式填满心里的孤单。但不知过了多久，她忽然觉得家里像有人，当然也可能是心里在作祟。于是她下楼一探究竟，亮起屋里的灯，见家中空无一人，便以为是自己过于多疑，随手将灯熄。但他已经彻底清醒，只好自己来杯水冷静冷静。哪知不料家里真有人，女人的第六感却在提醒，家里似乎潜藏着危机。他就这样没开灯，凭感觉往几个房间走，突然被撞了一下。他还没缓过神来，那人就溜了。他吓得不轻，他这么小心翼翼，都是因为昨晚亲眼看见了一起案子。他原是应邀去乡下商量事，邀请他的振宇也正往那儿去，谁知半路上就被人逼到栏杆下了。他还没走，那人就端起猎枪瞄他，他正好经过，耳边传来枪响，吓得要命，连开枪的人都不认识。但他认出了地上振宇的摩托，所以他只得大叫：喂，我已经报警了，不管你是谁，给我老实点。他等对方走后才舒了口气。这会儿的都振宇已经受伤不浅，听文英问谁开枪打的他，答案竟让文英浑身起鸡皮疙瘩，竟是她故去的丈夫车承载。文英还没缓过神来，都振宇就昏厥了。可第二天一大早，这人就溜了。文英明白他整不倒和尚，庙却整不掉。他留下车钥匙了，他赶到约好的那个地方，结果只有野猫，人影都没一个。到底是谁的家呢？他翻了翻邮箱里的信，信里不是广告就是，却意外找到了老公另一秘密。他们律所竟然还搞个基金会，甚至和金信打造度假村，这里就是他们的开发区域。于是他专门向村委会咨询了，当地村民得到帮助，解决了住处，还得到了一些资助。你问的地址是原住者之一黄泰珠的家，没想到这正是都振宇的部属，故意透露这人的消息给文英。回来之后，他开始调查跟度假村相关的人。奇怪的是，那位女职员金允善、都振宇、黄泰珠，即使是她丈夫车承载，都是要么死要么蒸发。究竟这里发生了些啥？忽然都振宇擅自闯入，明显是为了要钥匙，但文英怎可能轻易交出？他只想要一个答案。于是都振宇透露说，你夫君没挂，他还想射我灭口呢。文英急忙说，振宇不想多说，却蹦出3个字，失踪后我立刻报警，出来时却觉察到有双眼睛在盯我。意想不到的是，你那去世的老公竟穿着黄泰珠的衣服，虽没抓到人，但我敢肯定绝没看错。老实讲，摔崖下的可能就是黄泰珠，不是你老公。那你老公还在？妻子刚丧夫，那天回家发现了一双男鞋，他心里隐隐觉得不妙，但还是硬着头皮进去了。看到那人时，他傻眼了，哪有这种大白天当自家的人？他告诉他这是入侵，快点给我滚！他却慢条斯理，甚至举起鞋盒，反问你丈夫拿了我70亿，这儿只剩5亿，其他65亿呢？文英一头雾水，对方严肃的让他别装糊涂，既然家里搜到5亿，显然你知道这笔钱，于是告诉他1个星期内把你老公骗我钱全数还给我。他这么一说，文英吓傻，等他跑出去那会儿，正好看到他手下把他闺女领回来了。马部长也是逼无奈啊，你得知道那钱不是小数目，他哪知道逼急了妈有多恐怖。他直奔事务所，记得整理文件的时候，
看到个70亿的项目合同，一查竟是她老公和金宇植的合同。她印象中金宇植是个赞助商，直说了，哪来穷鬼有自家公司？更何况签下70亿项目，这70亿肯定是黑钱，不过是借壳公司清洗资金。然后她想起，都振宇肯定告诉她，她老公没事了。她和黄太两人都是靠她老公的钱才站起来的。我们对她信任有加。那天我刚好回家，看见你老公扶着喝到烂醉的黄太喜，他总是喝成这样，你老公就想去帮忙。他提出要带泰哥去打解酒针。第二天我找不到泰哥，他就跑遍了所有医院，但是没查到这位病人。很巧，你老公突然去世了，而且还被烤成了炭了。你就不觉得奇怪？当时她甚至不敢想象是她老公做的，因为她了解的她，连路边的流浪猫，她都会心疼，得带她去宠物店。听着文英那么夸奖她老公，振宇忍不住笑了，然后问她：“你老公平时会和马部长去打猎吗？”睁大眼睛看清楚，不要被你男人的表面迷糊。要验证振宇的话，她赶紧翻找丈夫办公室的相片，果不其然找到了他们打猎的照片。然后她叫上好友，求他重新给去世的丈夫做 DNA 测试。很快她得到了检测结果，跟振宇说的一样，那烧焦的尸体根本不是她丈夫。换句话说，黄太的去世跟她老公绝对脱不了干系。报告上的证据确凿无疑，当时婆婆给的就是黄太的 DNA 样本，这意味着婆婆对这整件事早有所知。她现在只想搞清楚承载究竟在哪里，但婆婆死不承认，装作一无所知。既然婆婆闭嘴不谈，她只好去问公公了。出乎意料的，婆婆这时候焦急起来，可她还是摸不透婆婆到底在怕什么。结果她只能老老实实说出在黄太家的事。她又一次来到46号门口，这次黄家的大门敞开着，意外发现了丈夫更震惊的秘密。她谨慎地搜查每一个角落，就在她紧张到极点时，忽然听见有人在外头开门。她心里默念千万别是丈夫，结果却是这样。原本以为被烧坏的丈夫完好无损站在那，原来你没死。看丈夫慢慢走近，她彻底崩溃了，一边怒问他怎么还能活着，一边又紧紧抱住他。忽然妻子醒悟过来，你既然没死，那个户口本上的人是谁？难道是你干掉黄太喜的？老公赶紧辩称他没那么做，说是喝醉了，他扶去医院的，结果他路上就挺不住了。他本来就有呼吸病，医生早劝过他别喝酒。妻子弄不明白，为啥要把户口本弄成死人账？老公解释说是被迫无奈，原计划和马部长的公司一起开发度假村，却没料到那货暗中挪用了70亿，想通过他给我吸点钱，结果局面失控了。他抓住我的弱点，开始指使我做各种事，比如那个在度假村意外身亡的朴老头，还有帮他们公司的女职员物色目击者。我找的人是都振宇，但这人最后狮子大开口，从1亿炒到了5亿。他为了顺利搞定事宜，选择了让步。我一想开庭，就觉得越来越不对头，因此我装死了。我不想再犯错了。媳妇疑惑，你干嘛要向都振宇开枪？我老公却给出了不同的说法。都振宇发现我其实没死，又开始威胁我，想要更多钱。结果振宇一慌，自己打伤了自己。那么你看吧，他知道我没事，还不报警。可我老婆又问了个问题，咋会被你妈发现？老公淡定说，因为急中生智，我妈离案子发生递进，所以才找他帮忙的。还有，我故意留了5亿在家，你这智商应该能查出是黑钱吧？这样就能控制住马部长了。至于那份保险金，我真的好怕有一天马部长对我不留情面。这句话彻底触动了妻子的心，即使丈夫解释的再怎么清楚，妻子还是感到丈夫变了。她本打算立刻离开，但他们一拉扯就出声，正好被路过的光头听见。门外的敲门声把他们吓坏了，幸亏光头买着菜并没有进屋。他不确定老婆是失望还是不相信，就把关键的 U 盘给了他，说是保护你俩母女的最后手段。现在他只得活在黄太珠的名下，然后转身头也不回的离开。可现在的都振宇急于脱罪，为了引警察找到车承载，他撒谎说那晚枪击他的人是黄太喜，并且他几天没回家。不信的话，咱们去看看吧。他很快把白警官领到农村，发现电水表没动静，但振宇旁边故意提示，这得太干净了点，像是有人打理似的。看他俩好像在找黄太珠，路过的秃头提了一句，这家伙昨晚又带个女的回来，搞什么鬼不清楚，吵闹的厉害，真不好意思来打扰你。话虽无心，听着心里却有数。振宇秒懂了，他就去专门找了文英，问他有没有遇见过你丈夫。没有，我真没见过他。振宇没想到这对夫妇那么心有灵犀，还好他机智报了警，让警方去查黄太珠，到时看警察能找出什么。小黄头是你男人崔承载。老婆害怕了，但他懂得该出手时就出手，孩子放学得赶紧接，不只是怕他闹脾气，更因为你不会知道他可能遭谁注意。幸亏这时一辆车驶来，那男的手空空，因为他太清楚了，
那是女儿老师，也是他邻居。他妈打个电话说有急事，叫我先送你回去。女孩信以为真，直接上了老师的车。哪知这老师根本不是省油的，或许比那小子还要危险。而女孩更没料到，他们家附近有人蓄意不良，已经伺机在那蹲了好半天。看到女孩独自在门前，便准备开始行动了。要怪就怪孩子出身这家。妈妈赶回来，正好看女儿哭个不停，还有男人端着糖逗她。妈妈下车立刻打飞糖果。那哥们儿其实真心安慰，女儿也真的跟我说了，4天后妈妈要气我。妈妈有点懵，被这么一说，直到后面鸣的喇叭她才明白，她是马江的人，而且马江在她家找到5亿，确信她知道老公拿了她70亿，逼她1周内还65亿，不然就别怪我不客气拆散母女。可她今天才刚见到本以为死了的丈夫，丈夫坚决不能还那65亿，那是一笔非法钱，原本是让我帮忙洗的，现在不还她也没有办法。首先她不会选择报警，再说了，就算给了她要求的，她也不打算放过你们。马江那人残忍，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原本只是个不愿意搬家的拆迁户，他不光狠揍了人家一顿，甚至在别人死缠烂打，躺到他车前不让走时，他倒车再一脚油门，故意把人碾死了。车上那女助理吓坏了，原本就要报急救，却给马江拦住了。然后他叫文英老公说服女助理顶包，承诺不追究他挪用公司钱的过去。再加上文英的老公是律师，能帮他辩护，还能找证人，确保他不用坐牢。谁知道那女助理后来车祸身亡，她老公的车冲下山崖，烧成废铁。现在都振宇却发现她老公没死，但是他哥黄泰珠不知哪去了。文英说他一点也不清楚，他就约他检察官好友喝螺蛳粉，提醒他明天你得忙了，然后在还款日的前一晚找到马江。马江以为他是来还钱的，哪成想文英递给他一份告状，指控他私入寡妇家。2023年5月22日早上0点，要7亿赔偿。文英说赢了就不欠钱了，可马江警告他，不还钱非你死即我亡。文英没当回事，直到庭审第2天，他带诉状索赔7亿，连法官都惊讶，私闯宅地，竟索要天价赔偿。谁料文英真的状告开庭了，撞死蒲老头的那段监控，这事儿把马江急坏了。其实文英真正的目的是审判马江，想揭露他的故意谋杀。原先文英老公就留了个后手，旁边停了辆卡车，偷偷会老公时给他点东西，以防万一对付马江。很快民事官司变成了检方的刑事案，以为马江的问题解决了，可以坐等老公来投案。还有个他意料不到的结尾，孩子一放学，妈妈就急急忙忙去接，就怕孩子出点事。他不是无端多疑，是今天他才意识到周围这些疯子，原来邻居好客的邀请，他本以为能拉近邻里的距离，却不知道那女邻居颜珠其实是狼心狗肺，表面请人来家聚聚，其实只是为了让文英放下戒心，还借着感谢的名义送大家礼物。他准备了4份，偏偏没给文英，但意料之外，颜珠给了文英个特别的礼物，大家都是甜品，文英一开，居然是失而复得的5亿现金。但这不是被马江带走了吗？他马上接了密友的来电，说关里的马江死了。看颜真的脸色就知道他和这事有关。把一帮人甩开后，他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礼物。文英一看，竟是她丈夫车承载，知道老公还活着，但颜珠怎么知道的？她又是什么意图呢？没想到居然听颜珠的，本来是马江部下。见到绑架老公视频，太太这才懂他们多狠。但女人要求不多，就是希望她干完丈夫未完的活。回家马上秘密手机找丈夫，奇怪，这回没人接，铃声却是从包里来的。她心里顿时闪过不祥预感，打开一看，果然是熟悉的礼物盒，还有我丈夫的手机。但出乎意料，手机上有明显血迹和丈夫挨打的照片。她坐不住了，于是她又去找颜珠，追问究竟想做什么。颜珠的要求很简单，让她跑个腿，把钱包里的钱递给指定的人。文英可不是傻子，要确定丈夫究竟怎么样。她很快被车带到一处遥远之地，然后见到了丈夫，如愿以偿。但看到他的状况，她决意一决，从没见丈夫那么凄惨过。此时她脑中百问交加，何颜珠是个什么人？还有马江跟她啥关系？她又怎会住在我们隔壁？但丈夫告诫她切莫信那女的话，别听她忽悠了，还是跑了算了。夫妻俩才交流几句，就被硬生生拆散了。看老公受这样的苦，老婆怎可能不管？于是她照着颜珠的命令去跑腿，去了废工厂的集合地，那里已经有人在等了。原以为是场复杂的交易，谁料对方轻轻点了点头，还跟我们强调现在得同舟共济了，以后得彼此拉一把。文英乃知她已走上了别人设下的死路，照旧，她晚上急切地盼着丈夫归来。忽然传来门外响声，她紧张开门，真的是他回来了。她心疼地拉他进屋，这一瞬觉得所做一切都值得。她万万没想到这都是个局，
原来颜珠还准备了惊喜，家人不易聚一堂，幸福洋溢之际，颜珠突发来个视频，视频一看，文英立马傻眼，竟然全家都是怪胎，她的女儿该怎么办？她一惊一乍发现，老公家族全是疯子，如果不是那个视频曝光了他们的残忍，她根本不会知道。看到女儿要喝他们给的牛奶，她下意识冲上去阻止，把牛奶泼了一地，紧紧抱住女儿。全家人都被她这突如其来的行为吓傻了，她只好勉强镇静的解释，说女儿这几天肠胃不好，晚上不宜喝牛奶。当晚，她首次不敢与丈夫同床而眠，因为她已经信了都振宇的话，你那位不好对付。看都振宇一心要证明她老公还活着，明白这人就是冲着钱来的，所以她建议他别太插手这件事。我可以给你钱，但振宇断然拒绝，说他不是冲着钱来的，还叫她转告她丈夫，要她遵循他们的协议。文英越来越好奇了，老公说振宇缠她就是图钱，我就好奇你俩啥约定？那你自己去问，问不到他我才问你的吗？因为我老公被抓了。可振宇根本不信，你老公那种人怎么可能被绑？别看你老公那么不堪，他保证帮我找女儿，所以我才一直照他话做事儿。原来他只是在耍我。那时他依旧半信半疑，直到隔壁的颜珠发了个视频过来，他不只是殴打了无辜的皇太喜，而且婆婆和老公合谋害了这人。可老公之前跟她说，他出于好心想带醉了的皇太喜去医院，结果皇太喜还是死在了半路上。想不到为了换个新身份，老公和母亲居然故意杀人。她越来越弄不明白她老公了，隔天就等不及去找颜珠，问她为啥不给警察，而是发给她老公杀人的那个视频。颜珠一副很同情的模样，为了让她放心，竟然亲手把视频扔微波炉消了，还说自己不会再管这事儿，因为他要看我们那位正义满满的罗律师会怎么帮你老公呢。颜珠原本坐等刮事，却不料惹上不该惹的人，结果逼他走绝路。晚上文英忽然说叫她老公去自首，因为警局已经掌握程仔还活着的证据。老公还在想怎么劝呢，门外突然来了个不请自来的人，妻子急忙解释上回振宇的枪械案，说不能相信振宇一面之词，他显然是心虚了。直到振宇掀开衣服露出伤口，狠的是想杀了我灭证，就这么不了了之。找皇太喜的事，程仔还死不承认，装作什么皇太喜他都不知道。这时他妻子才把视频拿出来，播放着皇太喜被害的一切。妈妈顿时慌张起来，程仔二话没说就揍起振宇，原以为是振宇偷录的，直到老婆说这是隔壁颜珠发的，程仔顿时怒火中烧。颜珠像是知道他会来似的门都没锁，让程仔直接闯进去，以为程仔会痛扁颜珠，谁知下秒俩人忍不住开始缠绵。外头的文英看着这一幕，惊讶的不行，俩人竟有这层关系。原来马江临死前说过，他们不过是绿叶，陪衬某人上演一出戏，白话点就是为那对狗男女撑场面。但他们大大低估了文英的性子，只见他油门一踩，径直朝那俩人冲去。原本以为媳妇要跟他俩一起玩玩，但其实媳妇只是想给他们一个警告。可这样还是不够爽，她举起地上的高尔夫球杆，朝老公猛攻一通。这老公也不简单，回手就是给老婆一耳光，妻子也不示弱，回敬了一巴掌。气愤的妻子决心要把他送进牢房，把你的怪脸展示给大家看。老公被激得哑口无言，旁边的颜珠提醒道，现在你差点成了杀人犯哦，别说洗白身份了，笑到最后的是谁咱再看。你俩这对负心的狗男女，说的我好怕呢。看你这副歪瓜裂枣的模样，真叫人反胃。老婆什么也不想说，就想静静地摘掉婚戒，把戒指扔了，等于他们俩彻底决裂了。两人根本没察觉女邻居得瑟的目光，眼看媳妇走了，老公明白他肯定不会就此算了，得自己先行动才行。女邻居还在那夸呢，说老王你那位火气挺大。老王却好奇了，你干嘛要把我杀人的视频给他看？对你有啥好处啊？颜珠只吐了俩字。老公以为无非是吃味嫉妒罢了，其实女人口中的嫉妒意味深长。老王，哦不，程仔提醒他别再任性了，别搅了我们的计划。颜珠突然变了口风，说他其实是想趁机让你和你老婆一刀两断，以免他妨碍我们的计划。而第二天文英就找上了都振宇，得知她原来找丈夫只为寻女，丈夫却从未想助她寻人，对律师而言寻人易如反掌，便助她找到素未谋面的女儿。振宇对这恩情记心间，如今听文英问邻女与夫事，振宇表自己早有了解，不料竟是一出戏。他本欲接女回家，却被告知孩子现幸福安康，所以我心满意足，也不领回礼物。为了感激，我愿帮你对付车承载。他故意递出装好的信封，分给几个有分量的记者。文英一直在网上揭发车雄法律事务所车承载装死的内幕，新闻一时满天飞。关键时候妻子出来发声，还叫丈夫别躲藏，
为了孩子早点自首吧。老婆看电视逼得他不得不露面，老公一时懵了，谁料傍边的颜珠出了个一箭双雕的主意，递给他个 U 盘，结果这 U 盘倒霉事儿惹一堆，新闻满天飞，说她丈夫刚去世，她就急不可耐勾上小帅哥，俩人屋里见面不止一次。三个人分析老公急忙盖章的原因，觉得他似乎另有图谋，好像在争取时间，以备不时之需。妻子把收到的视频交给警察，证明了老公和他母亲对失踪者黄太珠施暴，那个从悬崖摔下来被烧焦的尸体很可能就是黄太珠。但出乎预料的是，这人居然敢露面，甚至能轻松甩掉自己的罪嫌。女人一到家就觉得好像被诅咒了，心里总是焦躁不安。突然一个大爷从后面打断了他，问他为啥他大儿子不来看他，让他帮忙传句话。身后忽然有声音叫会长，文英赶紧藏好自己，知道那邻居不好惹，就悄悄盯着两人的互动。会长今儿心情不错吗？对，你是时候吃药了。明显大爷状态不佳，可文英感觉到了异常，女邻居贼溜溜的眼神，肯定干了见不得人的活儿。自打上次撞见老公跟她的事，就明白了，这女人不简单。那她跟老头啥关系呢？就从女邻居刚才叫的一声会长联想到了，她赶快上网查了资料，竟然发现那老头竟是金信物产的前董事长崔武元。然后三人探讨这个董事长为啥会出现在颜珠家里。闺蜜直截了当地说，显然是老牛吃嫩草吗？文英马上恍然大悟，原来表面上是董事长的情人，实际是给老头下药，让他神志不清，这样颜珠和她老公才能厮守在一起。这与推测他们肯定别有用心，可能还想把涉嫌谋杀的视频交出来。但白警官说，现在毕竟死无对证，烧焦的遗骸如果被黄太喜清理了，就查不出 DNA 了。虽然留下了遗骸样本，但黄太喜的房子早就拆了，找不到他生前的任何东西。谁知他一出门，老公就大大方方站在众人面前，还赶到警察那边主动交代，说里说外都是自己受了罪。警察问你和你妈为啥杀黄太喜？马江看中了流浪汉黄太珠，好洗黑钱，他让我负责把醉倒的黄太珠送给他处理，要是我不从，他威胁要杀了我。我妈帮我就是怕我有危险。至于马江对黄太珠做了啥，我们也不清楚。白警官明白了，可能搞个无人证实的死亡。我也是心里堵得慌，就因为怕马江害我，才去朋友家躲了一阵子。难道你们以为我真的死了？警官啥也说不出来，一到家就跟颜珠琢磨，这2天该怎么把钱转进黄太喜的皮包公司，然后俩人消失无踪，去国外开始新生活。想想都美滋滋的。不过在走之前，这老爸还挺有心，带女儿去吃了顿丰盛大餐，还试探性问女儿喜不喜欢国外的生活，不停地把国外说的天上有地下无。这时女儿看到妈妈来了，妈一到就让女儿回去，完全不顾那男的颜面。女儿回家超不乐意，她宁愿跟爸离开。一不留神的话，让老婆觉出了端倪。另一边的会长还蒙在鼓里，他身边那位正想对他动手，表面催他去打保养针，实际上那真不简单。药效开始起作用时，颜珠用会长的指纹开了账户，他犹豫了一整晚，还是打算赌一把，冒一次风险，成功赚了800亿。跟之前俩人约定的，他们各自采取行动。车承载一看钱到账，就先一步出国了。男的想开保险箱，结果发现被小喽啰玩弄了。女的一听这事，立马反应过来，肯定是他那老情人搞的鬼。俩人分工原本挺清楚，女的专管把公司的800亿转到空壳公司账户，等转账一到，助理准备好资料，就和男的一起跑国外提钱。按计划行动的挺顺，但助理买票的时候，承载的目光始终盯着助理的密码箱。两人很快就要上飞机了，承载特意放慢了脚步。这时候有人不小心撞了助理一下，这一撞搞出了麻烦。同时一群警察冲进了机场，明显是冲着他们来的。两人心里慌了，赶忙逃离。女儿不经意间说漏了嘴，爸爸要带我去国外享福了。孩子不知道，但我妻子明白，我这是要有大行动，立刻去找警察，告诉他们亲眼看见我开枪打伤都振宇，而且失踪的黄太喜肯定是我干的。白警官问他具体想说啥，文英暗示他得赶紧去机场截住我，我可能用黄太喜的名字逃国外，一出国就没法管了。归根结底，现在得拦我出境。一听这消息，老白直奔机场去了。文英没空闲着，拉着振宇见个要人。崔浩直就是隔壁老头家的儿子，要不是他那天看到颜珠喊他会长，他也找不到崔浩直这么快。老公忽然出国这事儿，他猜颜珠和老公肯定弄到了会长的钱。崔浩直一知道，立马让财务查老头的账。颜珠一知道承载玩阴的，他气冲冲想找他算账，结果一出门被条子截住了。原来他偷偷的转账被抓包了。事实上他是老板娘公司的大管家，因为牵扯贪污骗局被铐走，他以为自己玩完了。文英得意洋洋以为赢了，但颜珠送了他3字警告，看最后谁笑。
文英误会以为他说的是她男人回头是岸，看来那人很可能是车承宰。这时车承宰正想溜之大吉，巧得很，被都振宇撞见了。接下来便衣警察紧追不舍，结果这场追逐一直持续到晚上。从逃跑路线看，他跑不了多远。果不其然，走投无路的他只得硬着头皮，先把假冒皇太喜的证件毁了，然后等众人赶到，他装作一脸懵，问为啥追他。警察叫他别装模作样了，你是打算偷个身份溜出国对吧？承宰却装傻充愣说，我听不懂你在说啥，我也在追查皇太珠呢。他说的那么镇定，振宇立刻注意到旁边的火炉，一脚就把他踢翻了。承宰差点吓出心脏病。果不其然，振宇找到了被烧毁了一半的护照，真糟糕，分不清是谁的东西了。没料到要害时刻，他销毁了证据。承宰松了口气，但奇怪的是，颜珠被捕后，非要文英来当他律师。文英才懂以前丈夫绑架是他们自编自演，让他帮忙交易和行贿，用这把柄逼他，不得不做颜珠的辩护律师。颜珠其实就是逗逗他，谁知道警官一来就让颜珠回去了。金信物产大少爷不告了。文英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被完了，这颜珠到底什么意思呢？就连想和他私奔的承宰都迷糊了，犯了大错，对方怎么会撤告呢？其实这一切都是个计中计，是女人在哄着他面前的男人，夹给他块肉，不小心滑落桌面，女的紧张的瞅男的，男的貌似挺镇定，甚至重夹落下的肉，提醒他就算是块上好的肉掉桌上了，拾起来吃，味道还是不赖。女人看着手中的脏肉，突然懂了，原来自己不过是男人给他老爸的一个傀儡，只需听话伺候老头就行，让他变得头脑不清。但老头子钱包绝不动，这回你先不和你计较，再犯绝不手软。文英愈发懵逼，原以为颜珠这下得坐牢，出乎意料他背景太硬，连本想跟颜珠飞来飞去的承宰都搞不懂。颜珠一出派出所就赶去医院带会长回家，说真的会长真的很宠他，就凭他那甜蜜腻人的嘴巴，把老会长哄得唯命是从。颜珠第一次带老头看海，老会长虽然半懵着，还是死死握着颜珠的手。颜珠感叹一声，我其实早就把你当亲爹，知道你心疼我，可你糊涂时才好我，清醒了就找你儿子，看来血缘的确挡不住啊。不过没事，这很快就结束。老头子其实也不算笨，他明白结局代表啥。晚上他回家，发现车承宰在等他，很显然他对颜珠有诸多疑问。把老会长安排妥当之后，承宰忍不住追问会长的大儿子崔浩直为啥撤销控诉，还问为啥要让我妻子在警局成为你的辩护律师。颜珠一改口吻，怒斥他野心挺大吗？如果要假装和我风花雪月，至少让演技逼真些。承宰现在不关心爱不爱的问题，只是好奇而已。崔浩直肯定不会轻易放弃上百亿退出官司，你一定是跟他有什么交易吧？颜珠随意瞥了一眼窗外，干脆就把窗帘拉开了。承宰突然意识到了些什么，果然看到女儿正在对面窗户看着这边，他吓得赶紧躲开。颜珠边骂他懦弱，边又故作神秘地拉上帘子，这情形让人遐想。其实女儿只有8岁，可如今的小孩都特别早会。妈妈正巧走过来，问他怎么板着个脸。孩子机智地反问妈咋，爸爸不回家。母亲想撒谎说爸爸在奶奶家忙。孩子识破说你们肯定是吵架了吧？小春，你咋不让他？妈听得一头雾水，直到女儿指着隔壁说他们家阿姨骗走我爸了，刚才楼上我还见他俩呢。文英气冲冲敲邻居门，说你丈夫躲我家楼上了，我也不便报警，太丢脸了。这时候老公自己出来，文英瞪着他，孩子面前秀恩爱真的必要吗？承宰正要解释不是孩子想的那样，突然振宇就准时露面。老公突然转身开始讽刺老婆，你也差不多吧。文英不想添乱，揽着振宇就走。颜珠那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样子，她不知道自己的表情让文英回家后越想越不是味儿。老公虽然不咋地，但他清楚承宰不会在小孩子面前那么做。两人偷跑没成，碰到的麻烦，承宰好像彻底懵了。显然颜珠不是冲着钱来的，也不是因为外遇，他的真正目标是我。那位半身不遂的老人意外迎娶了美女，他们相处了2年，还挺融洽。不过那女人喜欢给老头戴上耳机，这次他感觉可能是最后一次了。或许老人有预感，他拦下了颜珠，接着取下耳机。要知道老人大半时候都迷糊，但他忽然对颜珠说，忘了这些，找个如意郎君嫁了去。这么简短的一句话，显然老人已经料到他的打算了。奇怪的是，老头子并没怪他，反而像往常一样戴上了耳机。这一幕让颜珠忍不住了，他深鞠一躬，因为他得这么做。现在跟车承宰的矛盾，他打算放手了结。为了自己的计划，他得狠一点。他心里默念，如果有下辈子，他愿意还老会长的情。昨晚文英发现颜珠不是图钱，也不是想搞定她老公，
显然老公都被她耍得团团转。文英起了个大早就盯上了颜珠，谁知道这助理车都换了。文英机智地拍下来，马上有闺蜜帮忙查，是颜珠爸爸和在州的车。文英感觉这事儿有蹊跷，听说颜珠要去公司开会，程仔想这是接近老会长的绝佳机会，试着套他的话，他却不晓得振宇一直盯着他。程仔刚一进门就瞧见有人推着老头，家里的监控，颜珠正目不转睛。老头子这会儿突然发作了，那人想打开抽屉拿药，结果一看啥也没有，他只得跑到车里去取药，哪知道车里的药早被人动过了。看看老头子已经挺难受的了，于是对方给他打了一针。老人的行为突然怪异起来，屋外的程仔看见这个场面吓坏了，看到那已经注射的药，颜珠实在看不下去了，而老头的大儿子却一直在观察颜珠的反应，显然这是他俩的阴谋。程仔这才明白了，对方是在害老爷子。突如其来的变故令颜珠感到焦虑，程仔真不想让老头挂掉，他可得弄清楚颜珠和自己儿子啥关系。这会儿都振宇巧得很，赶到现场目睹这一幕，俩人眼神一对，通了心。大儿子明白老爸挂了，但奇怪的是打针那人吓得手都哆嗦。晚上颜珠找文英，求他帮忙，俺同住的老头挂了，我爸因为给他打针嫌疑杀人被抓了，帮我爸辩护好吗？文英好奇为啥得帮你爸，颜珠反问，难道你不好奇我怎么老缠着你搅和你家吗？你要是接着案子，真相自然水落石出。所以他只好去见颜珠爸爸，想看看颜珠究竟有什么花招。但当他见到面前的人，他整个人都慌了，因为对方竟是他亲爸爸。他小的时候记得爸爸总是隔三差五半夜就带他走人，但这次一个自称是老爸朋友的人急匆匆来找他，他就领他去了新家。文英还迷糊着的时候，爸爸跟他说他要是挂了他才能安全。第二天警察真的找到了具尸体，让他去辨认尸体，他误以为他是自己父亲，现在老爸出现了，居然是当颜珠爸爸的方式，还让自己做辩护律师，这是什么意思呢？颜珠可是等这一刻等了好久，这才仅仅是颜珠计划的开始。女孩有个怪癖，小时候就爱躲在帐篷里，还爱让爸爸帮她用凤仙花染甲，不是她笨，这样更容易引起父亲的关注。她一直只有爸爸疼爱，那天爸爸却留下100块，和她说自己晚上去朋友家可能回不来，让她自己吃早餐去学校。女儿口头答应了，却想第二天让爸爸帮她弄凤仙花。她怎么也没想到爸爸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日子一天天过，爸爸还没回来，她想撕掉手上的凤仙花纸，但又怕违背和爸爸的约定，又等了好几天，家里的吃的全变空箱了，还是没等到爸爸。她以为爸像妈一样弃了她，那刻她怨爹透了。她发誓要早点长大，将来非得亲口问他，不想回就别说答应。直到后来有一日，她见到了爸的身份证，人却不对劲儿。她追到了盗用父亲身份的贼，虽然他狠狠揍了他一顿，但这并不能抚平内心的怒火。于是她跑到父亲的坟前，懊恼自己当初为何只顾着恨父亲没去找他，结果连最后一面都错过了。她把这一切都归咎于一个人。当年根据尸体身上的证件，民警让她辨认户口，女孩仅仅一瞥就肯定那是她爹。17岁的她其实还迷糊，但昨晚爸爸趁她熟睡时说，明天你得去辨认遗体，跟警察说那是你父亲，咱们才能继续活。却没想到为了报复父女俩，他无所不用其极，把这个所谓的父亲搞成了凶手。他还让女儿当辩护律师，让他们在监狱见了面，女儿才知道爸爸一直是假冒颜珠父亲的身份生活。文英明白颜珠这是复仇，要揭露当年的真相，但奇怪的是颜珠竟让文英帮他父亲赢得官司。你想怎样，我得说几遍，要我爸爸无罪释放，这就是你现在唯一得做的事情。鹰言让文英越来越搞不懂了。同时程仔在警局作证时，没想到那人竟是颜珠亲爸，而且还让自己老婆当律师。尽管感觉有些不对，但他忽然灵机一动，然后他拜访了狱中的颜珠爸爸。他问，你女儿有跟你提过我吗？听说没有。程仔就想，你们父女关系挺生疏的。程仔那么问就是想撬开他们的关系，然后强调自己是现场唯一见证者，明白你不是故意要杀人的，而且那要是颜珠配的，我可以为你证明清白，只要你帮我这个忙，我能帮你洗清杀人嫌疑。你要是对警察说是女儿指使的，那男的冷笑了下，以为他不会信这套。程仔跟我说，您会帮咱们辩护，放心吧，我绝对是帮你的，保证您没事。看到女婿那样子，大叔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走。程仔觉得这大叔哪里有点熟，担心颜珠被人暗箭伤人。文英说她老公昨晚找她爸了，让我把责任全让你背。颜珠对此毫不惊讶，你丈夫就是这么办事的。表面看着颜珠好像无动于衷，但她心里清楚，这话让颜珠坐立不安。女人一到家就感觉家里怪异，甚至还有一双男鞋，本能地抓起旁边的雨伞，
一旦有人冲她来，她就用伞刺她肚子。结果没想到居然是她老公。得知隔壁美女家一直有这个混蛋，老公这次回来竟揭穿了妻子深藏的秘密。一张证据照片就显示出妻子非同小可，他气愤地把照片揉成球扔给妻子，痛骂他表演的真够好的，你爸根本就没死，你还装作特别伤心，快想不开了，我还以为你被债主追债走投无路，好心好意把你带回家，还特意请我爸妈帮忙还债，老爸二话没说就帮你还了死去的爸爸的债，本以为你太激动才没反应，哪知道你特么全在演，藏了那么久不累吗？我以为我够狠，结果你比我更狠。而且文英越来越觉得他不赶紧行动，面前这人恐怕要干出瞎搞的事，所以第二天他赶紧去找老爸，跟他说他以前的外号叫金刚狼，我得坚持自己的信念和良知去辩解，你迟早会露馅的。颜珠肯定也有下一步打算，我只想弄明白当初发生了啥。你真的是杀了颜珠爸爸吗？爸爸说过他真没杀人，但文英回到家却给邻居家的门跪了，这跪不单是为爸爸，也因为自己的无知，这才懂得颜珠那么恨他们的原因。颜珠他爸和我爸那年喝酒时就在屋里，两人不知何时开始在屋外打斗，颜珠爸要求对方还款，把他吓唬到悬崖边，但俩人一拉扯，颜珠父亲不小心落崖，雷雨中摔下去几乎必死，他还是赶到悬崖去找。颜珠父亲奄奄一息在抽动，他想去救，但巨额债务和医疗费让他无力承担。他瞅了瞅奔腾的河水，忽然心生一计，拿出自己的钱包塞到颜珠爸爸身边，除此之外他啥也没干，只是等着涨潮把尸体泡水，让人认不出来身份。虽然他没亲手杀颜珠爸爸，但是这种不管不问的态度间接害死了人。17岁的颜珠还不明白这些，记得爸爸告诉他说警察明天要你去辨认尸体，直接说是他爸。颜珠恨他们也是应该，但我老公那会儿更恨，我们全家像傻瓜被父女俩玩弄。不过比起恨，程仔更在意，他和颜珠骗来的800亿现在还在皇太的壳公司里，我得抢在颜珠前取走那笔钱，只要颜珠进了监狱，那钱就是他的了。他知道程仔贪钱想害他，直接开门见山让程仔当庭作证，说看见他爸害死老会长。他质问程仔，你接近我就是为了仇恨文英，把我当报仇的跳板，你真想要的不是那800亿吧？颜珠说，我不在乎钱，只要你法庭上帮我指证那老头，委托书就给你，自己去拿800亿吧。很快老会长被谋杀案就要正式开审了，但谁都没想到辩护律师文英一上庭就坦诚被告何载洲却有杀害崔武元的事，认了所有罪行。这下让颜珠大吃一惊。更出乎意料的是，文英爆料何载洲身份错了，坐我旁边这个被告是我爸爸罗锡镇，他冒用了故人何载洲的名字。这会儿颜珠是笑是哭都说不清楚，但他绝对不会就这么放过他们。其实开庭之前父女俩早就达成了共识，虽说父亲没杀掉会长，可颜珠已经布好了陷阱，如果我一开始就辩你清白，颜珠随后肯定会翻脸认贼作父，这一次就当作是之前逃跑的代价。文英详述往事并诚恳致歉，可颜珠气得青筋暴跳，然后慢慢站起来了个极不文雅的举动，女孩照旧放学回家。没想到隔壁阿姨找上门来，一看邻居阿姨的表情，女孩下意识退后了一步，因为她清楚这阿姨外柔内刚。看她的表情，女孩不由自主退了步，明白眼前这阿姨其实是狼心狗肺。果不其然，这狼给她端来甜食，往常她早就乐开花了。那晚她亲眼目睹了爹在阿姨家里，偏偏窗帘漏了个洞，让她看个正着。她终于懂了爸爸这阵子怎么老不回家，没料到阿姨居然来找她，装好人说不会横刀夺爱。小孩子现在真机灵，那个鬼鬼祟祟的女人让小姑娘警觉了，一边把甜品打翻，一边跑进别的教室藏起来。这孩子跟他妈一样调皮，然后还狠狠地用脚踩甜品，好像在踩那女孩似的。其实那女人自己气得不行，其实是在法庭里，她本想好好教训那父女俩，没想到文英当场揭露，旁边那委托人竟是他亲爸。25年前一场意外让他朋友从崖上掉下，现在又因打针错误致人死亡，他们愿意承担后果。颜珠有点难以接受，他转身愤怒地告诉我绝对不会轻易饶过他们。文英一到家，颜珠已经在那等着。文英想说服他放弃20年的怨恨，好好过日子，他们得接受法庭的罚决。颜珠仿佛听得笑话似的，叫他将20年的痛换成法庭上的5分钟就翻篇。文英追问他究竟想怎样，不是把你老公被我搞到手了吗？下一个轮到你女儿了。文英慌了，警告他别想碰我女儿小春，但这警告疯子根本听不进去。当文英带女儿到教室时，看到地上的蛋糕洒了一地，她急了，小春，那个女人抢走了我的爸爸。文英这时候只能重视颜珠的话，
她不能容忍女儿受伤害，但没想到她那无赖丈夫得到颜珠的委托书，确认真实性后就可以凭此提取瑞士银行的800亿全款。她于是给女儿发了条信息，问下她愿不愿意和爸爸一块住奶奶家，再叫妈妈带着小春先去瑞士，她一会就去和你们会合。谁曾想到颜珠那边闹个不停，偷偷开了个新闻发布会，搁置了和车雄律师合作的度假村项目。民众都火大了，项目停了，这损失谁来弥补？老会长去世了，岂能就不管不顾了吧？民众越火大，颜珠越乐，他就是想挑拨名气，让大家对车雄基金会不满。不久，文英的好朋友打来电话，提醒他要当心，民众很可能会上你家闹事。结果他俩一研究，原来他们根本不想建什么度假村，是拿度假村的幌子侵吞崔会长的钱，现在又反悔了。一方面可以贪污，另一方面可能是对着车雄律所的报复。他们刚到家，就看见门口被人乱涂乱画，到处都是威胁和吓唬。还好文英提前安慰他，女儿不用怕，我们毕竟是律师嘛，得罪人是难免的。然后问女儿要不要换个地方住，谁知道女儿居然把这事告诉了爸爸，而爸爸正在打包打算出国呢。女儿忽然发短信说要搬家，爸爸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坚决不让女儿跟文英走。崔浩直火冒三丈质问他是不是脑袋出问题了，你知道暂停会对公司造成多大损失吗？颜珠却早有准备，递给他一个 U 盘，里边储存着他的罪证，这只是副本，真正的证据在我手上，意思是不管他怎么过分，你得给我忍着。没想到崔浩直最后让手下给整了，但颜珠不晓得得罪崔浩直是他最糟的选择。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女儿被带走，他却只能束手无策，气得全身发抖。旁边的警察也帮不上忙，孩子倒霉了。做妈的立刻懂了啥意思，于是她气呼呼地冲到隔壁，谁知她婆婆竟躲那儿偷窥。文英质问她为啥这么狠，婆婆装模作样说考虑孙女。文英顿悟，立马转怒向邻居颜珠，想要狠狠揍她。结果婆婆居然帮旁人打自家媳妇，被媳妇一甩开，只因为女儿给爸发的搬家短信。爸爸早就打算带孩子出国呢，他得赶在文英前把女儿接回家。然后颜珠给他们支了招，建议以律所被人骚扰为由，把孩子带回去。果然奶奶向儿童机构提了申请，这个办法挺管用的。颜珠其实想得很简单，就是让文英受尽折磨。可现在文英被激怒了，直接呼了他一个耳光，猪猪的火气不亚于他。当时的情况下，俩人很快就被警察带去了局子。但这男人确实不是好东西，竟然在警察面前把锅甩给妻子，说他先动手的。也是因为他一句话，警察才做出了裁决。因为他们家的状况加上他那脾气，判孩子不宜留在他身边。在此期间，他不能看望孩子，也不能联系。这判决下来，你爸能快点行动。晚上你爸迫不及待地跟你说，国外那学校可厉害了，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你和奶奶先过去，我1-2天内就去国外找你们。女儿虽然没吭声，心里清楚这意味着得跟妈妈分开了。妈妈哭得特别伤心，看不到孩子还不能打电话。振宇说不要着急，可以借他的手机联络。文英忍着眼泪给女儿发短信，叫她等等，我会把你带回来。然后她整夜查资料，证明奶奶没能力照顾孩子。但意想不到的是，女儿已经在跟奶奶准备出国了。担心女儿后悔，爸爸向她保证那学校特别好，女儿口头答应了，心里却在盘算着怎么对付。到了机场，女孩找借口去洗手间，其实是想偷发消息给妈妈。外头奶奶急催，飞机快起飞了，女孩赶紧发完短信出来装作若无其事。妈妈接到消息马上冲向机场，但到处都找不到他们的踪影，找得她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知道她错过了女儿最后一刻，振宇回家给他们展示了小春的照片，也就是说孩子们将会去那个学校。朋友不得不佩服小春真是聪明，这样至少知道孩子在国外的位置。文英马上冷静了下来，这倒是好事，她现在有更多经验来应对老公和邻居颜珠。她已经想好了对策，最多3天就能搞定这一切。她开始着手查珠子，海德好运来翻身了。文英开始尝到胜利果实，找出了鬼鬼祟祟的崔浩直。对不起崔代表，我迟到了。确实迟了，看来他俩意见一致了。知道女儿被奶奶带出国，她猜老公马上也会跟去。果不其然，老公正在收拾行李，正打算坐飞机去瑞士。紧要关头，那个白皮警察装作不经意撞见他，还问他这回用的是谁的名字跑国外，不会是用了皇太喜的名字吧？车承宰愤怒地质问警察，你凭啥管别人出不出国？意外的是，检察官对他提出了起诉，因为之前他打过的皇太喜现在不知下落，怀疑跟他脱不了干系。车承宰意识到这是文英的策略之一，车承宰想出境备蓝。他爸做贼心虚，毁了皇太喜的文件，但事务所头警觉，暗中备份了所有资料，交给了文英处理。文英这才肯定选对了人。
如果那烧焦尸体能和程仔弟弟对得上号，就能证实程仔谋杀的罪行。他现在作为嫌疑犯被禁止出国，但程仔还不甘心，于是去找颜珠，先埋怨他甜言蜜语骗了他一顿。你把我当仇人的妻子玩得挺开心，结果我却落得一场空。你不在乎钱，但我可舍不得那800亿。颜珠却提醒他，赶紧看紧时间。DNA 测试结果1周后就出炉。程仔却不懂这是什么意思。颜珠忍不住笑问，你不会真的不知道吧？程仔口头上说他不可能这么对我，转身他就跑去找文英了。进门他便把家搞得天翻地覆。文英叫他别找了，所有文件都交给检察官了。我老公一边责怪他要不顾亲情嘛，一边把家里弄得一塌糊涂。但谁料这真把程仔逼到绝路上了。颜珠一到家就隐隐感到不妙，门窗被人砸坏，随即他冲上楼去，看着敞开的保险柜，他心里发毛。毕竟里头有能让上司崔浩直吃不了兜着走的材料，他只需轻敲回车键，崔代表的人生就得毁在他手上。谁知道这玩意儿居然给人偷走了。颜珠气得快疯，他这还怎么混啊？不料文英这儿还装了摄像头，能装监控这么顺利，全靠颜珠旁边的助理想自保。因为颜珠抓到了助理陷害他爸的证据。我爸现在还在牢里，就是因为你给的料出了问题，老会长才丧命的。你这下得蹲大牢了。所以助理只好屈服。文英帮崔会长的手柄，是为了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要是崔会长不被颜珠掌控了，颜珠的舒坦日子就到头了。看样子颜珠也察觉到了自己的路可能要到头了，于是他深吸了口气，准备做最后的挣扎。挣扎前他去牢里见了文英爸爸，告诉他，你女儿现在活得很凄惨，老公不要她了，女儿也被带到国外去了，都怪你，好像你在就是给他们找麻烦。然后他赶紧想回家带上护照跑路，可是到家门口才意识到不对头，门怎么开着？他悄悄上楼想瞅瞅谁闯进了家，没想到竟是自己的助理，正快手快脚地搬走保险箱里的钱。他气坏了，助理的行径更甚，毁了护照就等于他出不了国。结果正中颜珠的死穴，他抓起旁边的刀，迅速冲向他，然后狠狠地往助理脖子上一刺。助理临死前也没料到颜珠竟然这么毒辣。正在这时，程仔打来电话，问他在哪，说我东西都收好了，我来找你。女人悠然自得地洗了澡，而男人吓得说不出话来。得知有人倒地不起，心里慌了那么一下下。程仔招呼大家快点走，咱们再不撤，以后都得在监狱待着。程仔内心其实是担心颜珠一旦落网，他俩共用的账号就会被封了，所以他装作好心劝颜珠快和他出国。他已经联系好了一艘走私船，今晚10点我们就能离开这儿。不久，程仔就把颜珠带上了那艘船。这时，颜珠忽然瞄到公司的货箱，他马上懂了是怎么回事。原来程仔真不是好东西，就为了偷渡顺利，他居然跟崔浩直谈条件，只要帮他潜逃到瑞士去，就帮他悄无声息地处理颜珠。崔浩直也不是吃素的，你特么的想带着我800亿去瑞士，是不是脑袋有病啊？程仔直截了当地说，那800亿我不要了，就当做没收。崔会长你1毛也别想拿。不过崔会长建议处理颜珠问题，再加上分成55，我还能给你送去瑞士。但已经没时间了，程仔已经对他动手。就在他给他最后一击的时候，突然被人一脚踢飞。文英及时赶到，如果不是他给颜珠加安了监控，肯定不会这么轻易找到这个地方。但颜珠没谢他，反问他周末收到大红包。这时文英手机铃声响起，听说爸爸在监狱里自尽，还在救护中。文英明白颜珠肯定对他父亲做了手脚，颜珠还质疑这种人值得抢救吗？好在文英还算清醒，靠法律让颜珠束手无策。但可程仔奋力一搏，直接把振宇打倒。紧接着他满眼杀意朝颜珠逼近。文英劝老公醒醒，别再错上加错，可程仔却示意文英别挡路。文英不但不躲，还护在颜珠前。振宇也慢慢靠近，颜珠一咬牙，然后抱住文英，两人一同投江。振宇毫不犹豫跳下水救人，程仔双腿一软，然后面露得意笑容。幸好警察及时赶到，他们已经安全登陆，只有颜珠还在昏迷中，但他逃不过牢狱。程仔已经平安到达瑞士银行，他熟练地签了皇太珠的名，审核一旦通过就能取出800亿。与此同时，警方也已掌握了焦黑遗体与皇太喜弟弟的 DNA 对上了，确证了死者正是皇太喜。有了这证据，就能请求国际警方介入。瑞士那边也确认属实盖了章，这意味着可以取钱了。可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柜员问程先生，您确认是皇太喜吗？程仔的心悬到了喉咙，他借口护照在车里要去拿，实际上他明白自己身份已露馅，然后急忙给崔会长打电话问怎么办。那些钱现在谁都拿不出来。电话另一头虽然说挺可惜，接着说有礼物给他，让他收好就挂了。回头一看，
3个壮汉正朝他走来，现在逃也逃不掉了。一群人肯定没打算放过他。很快这里就乱成一团。莫警察经过，他的小命差点就没了。但真是可惜，尽管抢救及时，但成载已变植物人，颜珠状况也不好，他的余生注定在狱中度过。文英把女儿从岳母那接回，因为岳母协助儿子涉嫌谋杀，皇太珠被捕。可怜的妈妈此刻还不知道，儿子这辈子都不能喊一声妈。文英爸爸死里逃生，现在还多了个外孙女。文英终于松了口气，尽管事情都搞定了，心里怎么还有种缺了点什么的感觉。但他明白一件事，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可能这是上天赐给他的再次出发的机会，他得好好把握住。